既然彭城王已经醒过来，于今之计，此事还是交给廷尉处置比较妥当。相信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的。带走。殿下，走吧。师姐，他是在保护我们。勋哥哥，过来！勋哥哥，勋哥哥，你干什么呀？安神香是我亲手所制，亲手送去。你是唯一接触过香的人，给彭城王下毒的人是你，是你，对吗？婉儿，我相信你的为人，但此事关系到一朝监政，离阁早晚会查到你。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帮着孙夫人毒害彭城王？我没有下毒。彭城王，他为了百姓福祉，大宋安宁，殚精竭虑。你不惜利用我，更不惜一切利用孙夫人，也要陷害彭城王。你这样真的值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没有下毒，我没有下毒，我真的没有，我不知道是谁干的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不是我。婉儿，我许哥哥，你婉儿，你告诉我，是谁让你去下毒？金银草，金银草是谁给的？你告诉我，只有这样才能帮你，才能救彭城王。我不知道。你告诉我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真的可以帮你，我可以救你。朱雀王，勋哥哥，不要伤害他。婉儿，盟主说了，不留无用之人。继续行动，识相点儿。闪开！再动我就杀了他！带走！若敢多事，要了他的命！你们放开他！彭城王，案发当日到底发生了何事？还请如实告知。若真有隐情，尽早说清，就能尽早洗脱嫌疑。像这样拖下去，只会对殿下更不利。我不会再多说一个字，让精灵王来见我。精灵王带人去了彭城王府，调查罪证。他说不见。殿下，廷尉依法断案，还请殿下不要为难下官。殿下，还有什么事情
是需要老夫帮忙的，请讲。我只想再见六弟一面。好，老夫尽力而为。一处都不要放过！是。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快给我住手！不许停！精灵王，这里是彭城王府，你们竟然敢在这里搜！他现在只是个阶下囚，杀人犯。不会的，我相信他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要维护他、相信他？我母亲才是受害者。殿下，你先冷静一下。从孙夫人串通陆远共谋，到软禁我之时，我就再也没有相信过他。够了！你要我如何冷静啊？你们谁考虑过我的感受啊？我眼睁睁看着他用匕首刺进我母亲的胸膛，我两个最至亲的人就在我面前。殿下，你听我说，这件事。殿下，有2封信。殿下，看看，看看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还有什么话好说？殿下，走，撤！撤！精灵王，殿下，别喝了。拿酒来！殿下，拿酒来！婉儿姑娘，殿下他怎么了？今儿在彭城王府中，搜出孙夫人写给彭城王的信。原来彭城王对殿下早有防范，可惜殿下一直以来把亲情看得如此的重，而在彭城王眼中，亲人竟然是可以用来伤害的。刘义康，算我有眼无珠，我没能早日看清你的真面目。你害我母亲，我这次不定你死罪，我誓不罢休。我誓不罢休。跟随殿下这么多年，还从未见殿下如此伤心无助过。虽然现在可以制裁彭城王，可好好的一家人闹到如此地步，殿下怎么能开心得起来呢？是啊，如今的殿下已经不是从前自由自在的精灵王了。殿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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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殿下起来！殿下起来！走开！殿下，
我要酒，喝酒，拿酒来！我要喝酒，我要喝酒，拿酒来！黎妃，如何？郡灵王刚刚带人在这儿搜出2封信，似乎都是对殿下非常不利的证据。既有人设局，找到任何证据都不足为奇。殿下现在人在廷尉，最起码是安全的。我们还有时间。三宝，我师兄呢？他可否回了三九堂？有没有他的消息啊？陈良公并未回三九堂，我问了府里的侍从，他们说看到陈良公一大早就出府了。他会去哪儿呢？这么关键的时候。黎妃，现在该如何是好啊？我想一个人先静一下，你们先出去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1天之内，先是4个毒发，孙夫人之死，兄弟反目，4个入狱。如今，师兄又不见了，这幕后之人到底是谁？为何感觉他就在身边？他知道我们的一举一动，他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在背后筹谋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跟我师父还有朱雀盟是什么关系？是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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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在背后谋划，利用陆婉陷害彭城王和沈家。可惜呀，也是个不听话的。看来他是对景灵王动了真心了。你操纵朱雀盟，不惜犯下重恶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将死之人，又何必多问呢？小姐，我爹他还没回来吗？小姐，您别着急，老爷早就为彭城王杀人的事奔路了，现在应该在与众位大臣们商量解决之策呢。好，有消息立马告诉我。是。
风儿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娘知道，你已经习惯于是自己一个人应对，自己成长。但娘则要时时刻刻地提醒你，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，你还有家人，我们都是你的支撑。不要怕，不要慌，冷静，定会想到办法的。是啊，姐，大嫂已经去找尚书令请他帮忙了。只要我们齐心协力，一定可以找到办法解决的。姐，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说。娘，风儿，这一路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，什么事儿没见过，什么坎儿没过去。有你们的信任，离哥什么都不怕。还有四哥，为了保护我，为了争取时间，不惜入局，以身试法。我绝对不能辜负他对我的信任。我一定会打起精神，找到这个局的破绽。姐，那你接下来有什么计划？师兄他刚开始调查新银草，便失踪了，这也太蹊跷了。殿下，连王公都来为彭城王求情，好啊！老夫去狱中见过彭城王了，他可招？他什么都没说，只说想再见见靖灵王。如今证据确凿，他招也没用，不招也没用。彭城王毕竟是一朝监正，势力不可小觑，连皇上对他都信任有加呀。那就能罔顾律法啊？哎，老夫顾虑的是审断一朝监正非同小可。加之孙夫人生前是戴罪的庶人，皇上如何裁夺尚未可知，实难权衡。老夫和廷尉当真是感到为难。皇上信任他，授予他高位，本以为他是忠孝之人，可现在呢？他杀了我母亲孙氏，如此不忠不孝之人，何以为人？何以居高位？皇上常言，事断于法，非情，非事，更非人。如今证据确凿，本王相信，皇上一定会给个明断。但是，殿下不用再说了，本王心意已决，王公请回吧。说了，不留无用之人，若敢多事，要他的命！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越来越多无辜的人被牵扯进来？旭哥哥，你现在怎么样了？那些人到底是谁？我该怎么办？空城，师姐，空城，师兄回来了没有？师兄一夜未归啊！师姐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
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中毒，失踪。空城，把所有的药材都检查一遍，尤其是拿到彭城王府的，看看有没有可疑之处。好。这个是内服的，这个是安神香。怎么样？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对？这味道，这是薰衣草。薰衣草。嗯，果然是薰衣草。彭城王中的就是这个毒啊！薰衣草果然是出自三九堂。师兄他定是查到了什么，或是发现了下毒之人的蛛丝马迹，所以才会失踪。怎么可能啊！这香是我和师兄亲手所制的，是师兄亲自送到王府的。我们这么慎重，还有谁会在三九堂里下毒呢？除非婉儿姐姐啊。婉儿？嗯，你说之前婉儿姑娘来过三九堂？是啊，她来这里大概住了半个月了。她之前心疾病发，师兄一直帮她调理呢。她大概是在寿宴前一天离开的。哦，就是你带彭城王来看病的那一日。难道师兄怀疑的人就是婉儿？孙太妃死的那天，她也在场，而且酒还是她端上来的。空城，我们去静陵王府见婉儿，你得帮我一个忙。好。臣刘义轩请旨。彭城王草菅人命，枉为人子，枉为奸者。臣弟请陛下赐死彭城王。轩对你们陆氏厌恶至极。如果让他知道你是陆远的妹妹，你觉得你还能留在他身边吗？上次的事就算了，这一次不得有误。金陵王，可是我……难道你忘了你亲哥哥了吗？儿女情长不止一文，况且还有那个陈少勋。若不想让他没命的话，不能伤害金陵王，我不能伤害他。婉儿姑娘，什么事啊？李妃来了，要见你。李妃找我何事？我来找静陵王，顺便来看看你。一日之间，发生了这么多的变故，吓坏了吧？我没事了。你与孙夫人交情至深，眼看她的生辰变成了忌日，怎会没事？而且，你向来有心急之症，还是小心为好。若是有需要的话，可以去三九堂找我师兄帮你看看。不需要了。
你若是心中有靖灵王，就不要伤害他。言尽于此。沈离哥，你又来干什么？你还想为他求情翻案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事已至此，你说什么都没有用。彭城王谋杀孙氏，证据确凿，他谋杀罪名已经判定，皇上降罪的圣旨已下，明日处决，由本王监斩。真相还未查清楚，由何判决？你就这么着急将他置于万劫不复吗？你可知道，你四哥中毒昏厥之时，他只一心让我护好你。景灵王，事情根本就没有那么简单。一朝兼政的彭城王，一夜之间权位天翻地覆，健康更是风云突变，人心惶惶。你这么推波助澜，把他送上死路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下一个就会是你？总有一天，你会认清事实，看清身边人，到时候切莫后悔。姐，你在找什么？单凭婉儿一己之力，根本制服不了我师兄。师兄在婉儿的身上留下了夜光粉，顺着夜光粉，或许能够找到师兄。姐，你看，这边有痕迹，是被暗器打过的痕迹。打斗人数很多，场面很激烈。师兄和婉儿定是来过这儿，然后突然遭到了袭击。那陈大哥会不会有危险？先别着急，他们既然来过这儿，就应该还会留下其他的线索，再仔细找找。姐，你看，这个剑好奇怪啊，呈三棱形，有道钩，相比其他剑士，颜色也不一样，更深一些。问题就出现在酒上。我曾听师傅在研制新阴草药时说过，以牡丹制的酒为新阴草药饮时，可以使人心智大乱。师傅，朱雀盟，难道婉儿跟朱雀盟有关？这怎么可能？姐，你师父徐林不是早就已经死了吗？为什么还会有朱雀盟的人在行动？风儿，你听着，赶紧安排人手待命，但是千万不要打草惊蛇。我现在就去。开门，退下。来了，坐吧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母亲的卑微乞怜，是你刘义康的杀人铁证。刘义康，你根本不配那么多人对你的信任。康儿，母亲有罪，但是轩儿一心向你，也有报效之志。忠君之责，为轩儿所喜，也为他所适宜。若有此安身立命之处，他一定会竭力辅佐于你，
绝无二心。康儿，上次给你的书信并未得到你的回复。母亲此次这般贸然向皇帝进言，是为不得已，知道你心中有怨。轩儿既然已得重用，得中军之权，母亲绝不会再多言语。怎么也想不到吧？是我亲手将你送上死路，明日便是你的死期。从今天起，你我不再是兄弟。空城，师姐，怎么样？查得如何？都在这儿了。果然是他。师姐，我还亲耳听到婉儿姐姐在纠结是否给精灵王下毒。我不可以伤害他，我不可以伤害精灵王。婉儿姑娘，黎妃来了，要见你。他明明喜欢精灵王，可为何要杀他？而且，她一个普通女子，为何又会跟朱雀盟扯上关系？陆，她姓陆，陆婉，陆远的妹妹。原来如此。我的目的达成了，我报仇了。可是我再也没有母亲了，我再也没有四哥了。婉儿，你说我是该高兴，还是不该高兴？若是从前殿下问我这样的问题，我肯定很疑惑。但是婉儿心里明白，即使凶手已经绳之以法，此时此刻，殿下心里还是痛的。经过这么多事情，婉儿也明白了，应该珍惜什么，看重什么。婉儿，你还是一如既往，还是那个本王在木然轩邂逅的知音，还是那个最懂本王的人。我真的觉得今天过得好漫长。我从来没有像今日一样如此迫切的希望这一切都过去。我不想再发生任何事情，也不想再失去任何东西。今后的日子，我就只想平平淡淡。婉儿，你也是这样想吧？是。
从今以后，我能够信任的人，也就只有你了。婉儿从此以后再无他求，只求能够陪伴在你身边，陪伴你，照顾你，看着你。快了，用不了多久，你们就可以入土为安了。我等这一天等了好久了，我也快来见你们了。刘氏子弟作恶多端，朱雀盟替天行道。太乙正途，撤！殿下，给我追！殿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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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叫医官！殿下。爹，判决彭城王的圣旨已下，您是尚书令，也是唯一可以救彭城王的人。彭城王不可能做弑母之事，这背后一定有阴谋。爹当然知道此事绝非那么简单，但事关弑母，一切又铁证如山，就连皇上都无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我们这帮老臣，人微言轻，又怎能轻易左右局面呢？眼下的局势若想回转，急于一时一刻，只怕无用。爹答应你，慢慢想办法。哎呀，爹！子金，此事非但关乎私交，更关乎天下朝局。你要相信爹，会尽力的。可是爹，子金，你看看你的脸色。这几日肯定是为了沈家，为了彭城王，四处奔波打探消息了吧？天色也不早了，早些回去休息。再晚，沈夫人该担心你了。我回去听爹的话，爹答应你，明天一早去见晋灵王。啊，回去吧。啊。
医官，他怎么样了？我已尽力了，这剑族染了剧毒，半个时辰之内不服解药，殿下必死无疑。毒！二姑娘，要不要告知宫中，景灵王情形十分不好，熬不了多久了。哎，婉儿姑娘，婉儿姑娘，你要去哪儿？在我回来之前，照顾好殿下。婉儿姑娘，不会让你有事的，不会让你有事的。童希杰呢？果然回味无穷，好酒啊！是谁让你来的？到底还要杀多少人？先是害死了孙夫人，抓走了训哥哥，现在又想害死金灵王。我们的仇人不是彭城王吗？为什么要把这么多无辜的人牵扯进来？我告诉你，我受不了了，我不想报仇了。我劝你一句话：世间并无回头之路。你要是足够聪明，就趁早滚得远远的，再敢擅作主张，下一个死的就是你，还不快滚！把解药给我，救金灵王。解药？什么解药啊？爹，你刚刚在说什么？什么叫做杀了孙夫人？什么叫做抓陈大哥？他又在做什么？为什么要报复彭城王？为什么，爹？为什么？他是为了复仇。封锁王府各个出口。是。尚书令，看到本王很失望吧？刘弟，眼前才是真相。殿下，还好你没中毒。没错，彭城王和杏灵王根本就没有反目，刺杀杏灵王的也不是真正的朱雀盟，这一切不过是一个局，为的就是引你上钩，查出幕后主使。此生泪如小小无边际，痛到风花雪月与你，用尽这一生的眼泪换不起耳语，待天看运气再浪迹。此刻各司切切操心志，爱抚到笔尖巧与绿，踏过这一刻的生死绝尘而去。